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，我是老梁。三国这个时期呢，属于豪杰并起的时代。这个时候呢，有那么句话嘛，叫乱世出英雄。甭管是出英雄、出奸雄、出枭雄，这个既然是英雄并存的时代，那就一定有激烈的冲突。就说你是英雄，按照自然规律来讲啊，叫7步之内啊，必有克你的东西存在。就说英雄、奸雄、枭雄互相之间，有可能你是我冤家，我是你克星。所以当这样的历史史实呢出现在文艺作品当中的时候，就被大家喜闻乐见了。为啥？你没有这些人的恩怨情仇，哪来得上戏剧冲突啊？咱看就没意思了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咱给大伙说说三国这个时期都有哪些称得上极品的冤家对头，这些冤家对头之间都有什么有意思的恩怨情仇。咱们如果按时间顺序来理的话呢，翻开《三国演义》，桃园结义之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18路诸侯讨董卓。头一对极品冤家就是董卓和孙坚。这孙坚是谁呢？说这个名字呢，有的不太熟悉三国的不知道，但是他这俩儿子厉害，一个小霸王孙策，一个是孙权孙仲谋。就是孙坚呢是孙权他爸爸，字文台。18路诸侯讨董卓，其中一路就是孙坚。为什么提他和董卓的这个极品冤家的事呢？因为18路诸侯讨董卓呀，不是说都跟董卓有深仇大恨，每个人各怀鬼胎，各怀心不是。你像曹操这样的，是想借这个机会啊，提高自己的声望，号令天下英雄，想成就自己的霸业。袁绍呢，是想借这个机会整合各种资源，他想成为真正的反对董卓这一派的盟主。还有更多的这些诸侯呢，是借这个机会呢，可以拉一哨人马，占地盘，跑马圈地。就说真正想把董卓撵出去，匡扶汉室，带有这样远大理想的几乎就没有。所以18路诸侯讨董卓，最后结果注定是失败的。那么由于这些人有这样的心态呢，跟董卓打的时候呢，往往都是虚情假意，假装卖力气，其实都怕呢，我跟你硬碰硬，我的部队受折损了，我犯得上吗？所以都不真打。唯一一个真打的就是孙坚孙文台，就他是真跟董卓有仇。你看三国里头写了这一段，说有2场18路诸侯讨董卓的战争，很有意思。一个是虎牢关3营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把吕布打败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，谁也收拾不了这华雄了。这关羽说我去，曹操倒了一杯酒，说请壮士先饮此杯。关羽你先放这儿，等我杀他回来再喝。回来之后再拿酒杯还温的了，就说明关公这个马快刀狠。那么这2件事呢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写的轰轰烈烈。历史上是谁干的这事呢？由于罗贯中本人呢是亲汉子，他是向着刘备这边，有啥好事都搁到刘备这头。其实这2件事呢都是孙坚干的，把吕布打退，斩杀华雄，都是孙坚干的。就最卖力气是这孙坚，连董卓呀都来气。董卓说这18路诸侯来讨伐我来，其他人都怕我，硬碰硬一碰他们就往后缩，唯独孙坚这个傻小子跟我死磕到底。结果孙坚把董卓打的从洛阳打到长安，抱头鼠窜。有人说这奇了怪了，这俩人多大仇，他能这么使劲打呢？这个《三国志》里边有记载，他俩是真有私仇。就孙坚打董卓也不是为了匡扶汉室，而是心里憋一股气。这个冤仇怎么结来呢？这是汉灵帝时期，就汉献帝他爸爸。到晚期的时候呢，关西一带有人造反，呢朝廷呢就派大臣张温呢去平叛。张温呢就带上2员大将出征，一员是孙坚，一员是董卓。
那么这个董卓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，你看《三国演义》里把董卓写的窝窝囊囊、贪财好色，不是，董卓在历史上是个很有名望、很有能力的一个军事将领。董卓当时就很有名，就不大瞧得起张温，这是你个文臣，你来统领我。所以张温一发号施令呢，他就顶撞张温，因为这不对，哎，你这个看的不对，我认为该怎么怎么。可是呢，这张温呢，因为董卓名气大，他又依赖董卓，时间长，孙坚不愿意，我能耐不比董卓小啊，张大人呐，你作为三军统帅，你怎么能让一个下级把你拿住？他说什么你是什么呢？这可不行啊！而且这董卓飞扬跋扈啊，你时间长了，你的威信哪儿去了？可是这话呢，白说了。张温根本就没听，没拿他的话当回事，而且这张温有点二，缺心眼儿，一转身把这话跟董卓说了。然后我看这个孙坚说了，说你有点飞扬跋扈，把董卓给气的，说好你个孙坚，你背后还讲究我。你想自那以后，张温作为主将不待见孙坚，董卓作为同僚排挤孙坚，孙坚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，基本上打胜仗领兵打仗是根本不让他去。所以孙坚当时啊是等于耗子进风匣，是憋气窝火，王八爬灶坑，多头受气在这。所以当时这孙坚心里窝了老大一股火，好不容易有这机会讨董卓，他就要把这股火发出来。他同时也要向所有人证明，尤其向董卓证明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看我收拾你一样。所以就说孙坚董卓这段极品冤家呢，是两个人之前就有私仇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了，这个私仇啊，最后把孙坚命都搭上了。怎么搭上呢？他把董卓从洛阳打走了，然后杀进后宫去，在这个井里头呢，发现了传国玉玺。孙坚高兴了，谁得这个谁就皇上啊，拉倒吧，我撤吧。结果撤的时候，袁绍、袁术很嫉妒他，想把这玉玺抠出来，就命令荆州的刘表在这个孙坚过江的时候去收拾他，结果把孙坚给弄死了。那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这样，孙坚确实死在刘表这儿，但是和这个没关系，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孙坚原来啊就带着30-40人，身边跟着他的这几个人历史上都有名号，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周泰啊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有这几个人。他带着这些人呢，没有多大的势力，他要想讨伐董卓呢，他得向人家借兵。向谁借兵呢？向淮南袁术借兵，找袁术。袁术就答应他了，说我这兵借给你了。所以他等于呢，为了出这口恶气报私仇呢，欠了袁术一个天大人情。回头袁术说孙坚，你这样，我跟刘表有仇，你去给我打荆州刘表。孙坚是去得去，不去得去，还这人情。结果呢，刘表呢开始闭门不出，后来派一员大将呢出门跟这个孙坚打，假装败走，孙坚追到个峡谷地带，结果被刘表的伏兵乱箭给射死。所以你看这事儿说明啥？私仇啊，冤家这事儿是个双刃剑，你弄好了快意恩仇，你舒坦了；弄不好你命都搭进去。所以孙坚、董卓，这是我们翻开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对极品冤家。要说最出名的冤家是谁呢？这得说是诸葛亮和司马懿。有人说按你说那不对呀，应该是这个周瑜和诸葛亮啊。你看历史上周瑜说过，既生瑜，何生亮。其实所谓诸葛亮三气周瑜是没有的事儿。哎，但是《三国演义》里为了增加人物冲突，写了这么一段。就周瑜跟诸葛亮之间呢，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对抗，因为他俩毕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，赤壁之战他俩是一家，所以要从冤家的角度讲，那可不如司马懿和诸葛亮。因为司马懿跟诸葛亮呢，一者在位，一者在蜀，这是真正的冤家。那他俩这冤家体现在什么上？更多人想起来空城计，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也没有。空城计的时候呢，失街亭那会儿，司马懿在洛阳，离街亭老远了，他不可能赶过来。而诸葛亮呢，鬼精的，街亭一失，马上带兵退回汉中，绝不翻身险地。所以历史上是没有诸葛亮和司马懿空城计这段的。
空城计呢是唐朝时候有员大将叫张守珪，他在和吐蕃国开战的时候呢，守瓜州，当时吐蕃大兵来了，他使一回空城计，唯一这么一次，跟诸葛亮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么说这两个人冤家体现在什么上呢？咱都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他多次打败司马懿，但是基本没动了曹魏的元气，而且由于司马懿呢战术得当，打不过你我就硬守，我拖你。因为这个四川呢蜀中一带呢，当时天下初定，粮食产量也不多，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，国内呢还挺混乱的，所以诸葛亮呢这样劳师袭远呢，对于蜀国的整个的经济力量拖累非常严重。所以我这一拖你，你那边就坚持不住。就司马懿是一个水平很高的战略专家，所以最后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最后在五丈原到底病死了。就是他俩你看着诸葛亮占尽上风，但其实司马懿真是他克星，就知道我是弄不过你，但是我可以啊活活生生把你拖死。有人说这个司马懿用心挺歹毒，其实也不是。司马懿首先这种战术是他怕诸葛亮，他确实把诸葛亮在骨子里头都恐惧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写叫死诸葛，吓走活仲达。诸葛亮死了，推自己木头车上面一个雕像，能把这司马懿吓跑。真实的历史没那么夸张，但是司马懿确实怕诸葛亮，怕到什么程度呢？曹魏皇帝说你呀跟诸葛亮打仗，两军对垒，司马懿连续闭门不出。他这闭门不出，一提诸葛亮，整不过他，别打。下边人不干了，为啥呢？有些武将啊，捞不着打仗，好不容易出来打仗了。你知道武将立功靠什么？不就得靠战争吗？所以你看，每当这国际上有冲突的时候，你看各国部队呢，打，军队都喊打。历史上都是叫文官主和，武官主战。为什么呢？文官主和要谈判，文官的作用就发挥上了，就能立功了。武官主战一打仗，他立功了。可是战争我们知道流血呀，那得有多少人赔上？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所以司马懿帐下这些武将不干了，说大都督啊，你这不是害这个曹魏呢，你也害我们呢。我们好不容易出来打仗，就等着这个立战功呢，等着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呢，你可倒好，闭门不出，我们怎么立功？这些武将都要造司马懿的反。司马懿看这不行，想个办法，说咱打仗啊，这是大事儿，我得请着皇上。他给皇上啊就上折子，在这折子里头呢，他写明白了，说皇上你跟我呀玩个双簧，我就说我向你请示，打不打？你说不能打。这回来我跟将军解释了，是皇上不让打呀，咱能不听皇上的吗？哎，就把这事接过来了。他跟皇上解释，真不能打，我打不过诸葛亮，一打咱准输，还不如死守呢。所以你看，司马懿怕诸葛亮怕到这程度，不光是怕，这司马懿是诸葛亮的超级粉丝，他还心里头极为仰慕诸葛亮。俩人到什么程度呢？你都想不到，说两军对垒啊，他经常给诸葛亮写信。这信写什么呢？当然不能是说过两天你要打我了，我怎么防你？那不可能，军机大事不能泄露。这信里写什么呢？探讨一下天下大事，你看咱们打这么热乎，孙权那边啊如何，再不就是我的人生理想啊，战争结束之后找个桃花源往这一待，要不就跟诸葛亮八卦一下，哪英雄好汉，你看他怎么样？我看他人不怎么地，听说他怕老婆，俩人写信这不是我在这信口说谎，你翻开《三国志》里头有明确记载。所以说你看这对极品冤家之间，有恩有怨，有情有仇，很有意思。而且司马懿呢确实是个度量很大的人。他首先不是考虑你是我的冤家，而是想你的能耐哪儿值得我学习。一看确实我这辈子赶不上你，吾不如孔明，他由衷的敬佩对方，把对方当做个偶像。这其实是很开阔的一个胸襟。
所以这我们说是诸葛亮、司马懿这对极品冤家很有意思。还有一对冤家呢，属于压制型的，就你一听他名听不得，闻风丧胆。谁呢？张辽和孙权。照理说俩人不是一个等量级的，张辽呢不过是曹操手下一员武将，而孙权呢这是一方诸侯，后来称王称霸了。说这孙权怎么怕张辽怕到这个程度呢？这是三国里头一场有名的战役，合肥之战。历史上也说濡须之战，这个大战役。合肥之战呢，当时是张辽率800多士兵守合肥，孙权亲率10万大军打合肥。你看800对10万，这太悬殊了。张辽当时说我们不能撤，就咱们得当敢死队，跑太丢人了。张辽打城门，直接跟孙权对垒。对垒的时候呢，张辽就认准一门了，说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咱不就800人吗？别的当兵咱不打，咱全奔孙权使劲，就奔中军帐打。最后哪怕咱全死了，把孙权弄死了，咱也值个了。这个头多大呀？所以这800人如狼似虎的就扑过去了。结果这义勇之劲还真了不得，打的我离孙权呢也就剩个100来米地方，确实把孙权吓坏了。这不要命，这也不打别的地方，就冲我这儿来。这时候张辽一看再往前打，那根本打不去，那10万大军守的跟铁桶似的。张辽说咱撤吧，往回撤。这时候孙权兵就追，这时候张辽这些800多人说剩下了几十个人。这几十个人，张辽回身一看呢，这几十个人在包围群当中，这哪行？提枪跨马又回来，杀进重围，把当时东吴很多的这个将军都让他给弄死了，把这20多人生生给救出去了。就这一战，把孙权打害怕了，说我没见过这么狠的，这太吓人了。这800个人让张辽一带能这样。这一战之后呢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写嘛，叫江东小儿夜啼，闻张辽之名，亦不敢哭泣。就是江东的小孩啊，晚上在那哭，哇哇哭，他妈说别哭了，张辽来了，消停的不吱声。就说张辽在一战在江东成名，最主要孙权算怕了他，怕他到什么程度呢？后来就是每一次只要是东吴跟曹魏一开仗，当时魏主曹丕就派张辽去打去，只要张辽一去，孙权说咱撤吧，咱弄不过他。说白了给吓破胆了。一直到后来呢，曹丕兵分3路伐吴，再用这个张辽。张辽那时候老的，再加上有病，走道都走不动了。最后曹丕说那么抬你也得去，把他抬上战场去。抬上战场去，孙权一听张辽来了，咱是不是得撤呀？下边人说我主啊，不能这么干呐，这张辽啊老迈年高了，而且病入膏肓，站都站不起来，你怕他干啥？不可轻敌，没准他是诈病呢。你看孙权这阵儿还惦记这事儿呢。曹丕说张辽你真了不起，那一战把孙权打的到现在没缓过劲儿。所以你看这对冤家就属于盛名之下呀，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了，斗志全无了。我们刚才说这几对冤家呢，你注意有个特点，文学作品是喜欢冤家的，因为有冤家才有恩怨情仇，才有冲突。所以你这边看《三国志》，这边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你发现《三国演义》在写冤家这块写的特邪乎，夸张极致。因为你爱看，咱们是看热闹不怕事大，看出殡不怕殡打，你俩人斗得越激烈越好。可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劝世良言，叫冤仇易解不易结。因为可能两个人结怨呢是一点小事儿，但是互相报复互相整的过程当中，小事变成了大事，最后弄得你死我活，甚至闹出人命来，越弄越大。所以啊，最后咱还得说一句老话，这话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仇人多堵墙。昨天节目当中啊，咱们给大伙说了刘备，今天呢咱们要说说《三国演义》另一个备受追捧的人物诸葛亮。那咱们这个结构啊和昨天差不多，咱得先跟大伙说说呀，诸葛亮在三国里头是个什么样人。其实这都不用我多废话，民间的谚语多了是了，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啊，这诸葛亮啊在三国里就是个神人。
你看是天文地理一不星象，五行八作，三分五点，八朔九丘，微不通微不晓，没他不知道的。而且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。咱们的民间文学呢，从各个角度都有意无意的神化诸葛亮。你比方说，我说个对联，这是民间呢给诸葛亮做个庙，这庙两旁的对子。这副对子有意思，上联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搁进去了，下联是东南西北中，金木水火土。怎么写的呢？诸葛亮一生事迹都在这里边。上联叫收2川排8阵，6出7擒，5丈原前点49盏明灯，一心只为酬三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联叫取西蜀定南蛮，东河北拒，中军帐里便金土木爻神卦，水面偏能用火攻。东南西北中和金木水火土，就诸葛亮一生这事儿基本都在这里边，各个事儿都是惊天地泣鬼神。那说他有没有这么神呢？那么历史上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咱们今天就把历史真实的诸葛亮给大家还原一下。我们首先说诸葛亮呢有能耐，能耐大，主要是指他军上这些战绩。那么诸葛亮呢，确实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，这是在《三国志·隆中对》里边说的很清楚的。说这诸葛亮呢，未出茅庐的时候叫亮躬耕陇亩，号为梁甫吟。就他在家里种地，种地的时候还唱歌。那么当时刘备把他挖出来呢，主要是看上了诸葛亮是个战略家。你看把天下分的，你这儿跟孙权怎么着，这儿曹怎么着，这儿刘璋张鲁怎么着，是个战略家，并不是说真看着诸葛亮能打仗。所以把诸葛亮请出山，咱们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说，一出山就是军事，拿着令箭调动，关羽你这儿，张飞你那儿，赵云你那儿。关羽张飞他们不服气吗？这历史真实不是这样。把诸葛亮请出山让他干嘛呢？你是个战略家，一出山我封你官，什么官呢？叫军师中郎将。说军师中郎将那不就军师？不是，俩意思。军师中郎将呢是主管后勤供给的这样的官吏。军师中郎将什么意思呢？等于咱们现在的地税局局长，说白了收税、筹粮饷、供应部队，是干这个的。说白了，诸葛亮一出山干的是什么？地税局局长，收税的。他其实根本就一开始没有参与军事行动，为什么？业务能力不对，资历也没有，所以不可能参与赤壁之战前前后后那么大的场面。他一来既当税务局局长，又干了一件事，因为刘备知道这诸葛亮口才好，说实在唱歌不见得怎么样，口才诸葛亮那是中国好声音绝对的，就开始把诸葛亮派到东吴去了。咱们都知道舌战群儒，这可是诸葛亮干的事儿。诸葛亮当时就是舌战群儒，说白了，刘备用你是制定战略的，不是让你直接冲锋陷阵制定谋略怎么杀敌的。所以这个赤壁之战前后主要是周瑜干的，是周瑜一手抓的。所以你现在咱们历史留下那些诗词，你看看，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，这都说周瑜的，没几个说诸葛亮的。天下英雄随敌手，曹刘，生子当如孙仲谋，这说孙权，也没几个歌颂诸葛亮的。就诸葛亮并没有参加赤壁之战的指挥行动，基本都周瑜指挥。有人说那不对，那诸葛亮呢未出茅庐知三分天下，到这儿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。你看一开始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，那就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然后砍则砍得润，下诈降书，下完诈降书，诸葛亮粉墨登场，七星坛借东风，然后是直接这个火烧赤壁了。说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还夹杂着下诈降书之后，庞统、庞士元巧献连环计。其实这里头有人认为核心就诸葛亮借东风，没这回事。诸葛亮根本就没借过东风，这是周瑜长期在这儿生活，了解这块的气候。
就每年到冬季的时候，必有一段时间刮东南风，所以风借火势，火助生风威，直接就烧过去了，把曹操战船都给烧着了。说这是周瑜干的，跟诸葛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还有人说那草船借箭总诸葛亮的吧？那诸葛亮把鲁肃拽到船上了，子敬休要慌张啊，这是地道的胡说八道。因为历史上有草船借箭这个事儿，但草船借箭的主人公并不是诸葛亮，是谁呢？是孙权。而且时间也不对，时间也不是赤壁之战，是赤壁之战之后5年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了有个濡须之战，就孙权与曹操隔江对峙，等于呢这边是曹操大将张辽，这边呢是孙权自己亲自带兵督战。当时呢第一仗就把曹操给打灭火了，因为孙权江东军事擅长这个水战。之后呢曹兵坚守不出，孙权为了看看曹营水寨的虚实，趁着有一天大雾垂江，孙权驾船出去，也怕曹孟德突然袭击，所以呢鼓乐齐鸣，就好像是送亲的船似的，来到这曹营跟前看。这时候曹操不知道虚实啊，不知道来多少船，有雾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防御性打法，万箭齐发，这箭射到这些船这面了，不一会儿这船倾斜了，这边沉了。孙权说赶紧给我换一面，那面再射完了，载着这些箭回去了。这是发生在孙权身上，而且是赤壁之战结束5年以后的事儿，跟诸葛亮又一点关系没有。所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第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，赤壁之战前前后后发生这些事儿，和诸葛亮基本上都没有关系。那么我说这儿，有的观众朋友说你这不糟蹋诸葛亮吗？我们了解到那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了不起的人物啊，怎么着你说什么都不是他干的？哎，有他干的。咱们下边就说说真实的诸葛亮到底干了哪些事儿，我们怎么去评价他。首先一个诸葛亮干的一件事儿，反映出了诸葛亮是个口才极佳但是尖酸刻薄的人，就我们说舌战群儒。说白了，诸葛亮的嘴皮子在三国里都是这个的。他不仅有舌战群儒这样的光辉业绩，还曾经在两军阵前直接骂死老王朗。司马懿那边王朗岁数大，说没事，我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2行伶俐之齿，说服那诸葛村夫降我曹魏。老头以为自个儿有能耐呢，他没想到诸葛亮嘴皮子比他利索多了。上来他没等说话呢，诸葛亮把话抢过，这都给他骂，你这苍然老贼，好手匹夫。这老头本来啊那时候一口痰上来就憋住了，诸葛亮再一骂他，一口气上来，坏了。那会儿人不知道，这就脑血栓。当时老头一着急，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，死了。就说当时诸葛亮几句话呀，骂得他急火攻心，尖酸刻薄。你就看他舌战群儒里边，这是正面的时候呢，诸葛亮这一招就是咱就说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，诸葛亮专门往你痛处挖，一骂你呢，你张内长李也短，撒蛤蟆五个眼，你家过去那些破事儿全给你周出来。第二点呢，诸葛亮不光是个最佳辩手啊，对方辩友注意了，不光是这个，诸葛亮同时还是一个好演员。体现在哪儿呢？演技非常高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三气周瑜，当然三气周瑜也不是诸葛亮干的，但是柴桑吊孝确实是诸葛亮。因为周瑜死了之后呢，当时刘备这边的主要方针呢是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。你周瑜死了，咱得表示表示，打发诸葛亮柴桑吊孝。柴桑哪儿呢？现在的这个九江，汉代时候叫柴桑，到那儿去吊孝。吊孝这过程大家都知道，诸葛亮一进来，哎呀，喜在公瑾，痛在公瑾，开始哭。你把人给气死，回头再来哭，你怎么的那也是假的。但为什么诸葛亮眼泪说来就来，都没用辣椒水，没用什么的呢？这诸葛亮是个演技派的好演员。那么再有第三点，诸葛亮是个什么人呢？有着很强的权力欲，也不乏好大喜功，但是不够审时度势。
略微显得贪图虚名。为什么这么讲？《出师表》里的诸葛亮说：“自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。故5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家已足，当速捷弩钝，挡出奸凶，恢复汉室。”显得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忠心耿耿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当时蜀中啊，在魏蜀吴三国里头，国力是最弱的，连天战争，人口还少。你看那《出师表》一开头，今天下三分，夷州疲惫，就咱这不行，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。就到了生死关头了，你国力不行，危机存亡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赶紧关起门来，好好发展自己经济，励精图治，这正经的增强国力。可诸葛亮用什么办法呢？没有，反而大动刀兵，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要跟曹魏争天下正统。你想想，这是真正的治国之道吗？把先帝的遗愿来实现，那是要先保本再虚图后进，而不是作死。诸葛亮当时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在我们看就是作死，不顾蜀国的国力，连年征战，穷兵黩武，最后蜀中国力越来越完蛋。等诸葛亮一死，姜维一人根本撑不住。所以到后来邓世载偷渡阴平，邓艾打到绵阳这一带的时候，偷袭的时候，连成都附近的就成都军区卫戍司令的部队都布防不到那个地方，蜀国的国力已经就完蛋了。所以他和诸葛亮这些年竭泽而渔，焚林而猎，杀鸡取卵有直接关系。所以你看成都武侯祠上面有副对联，你们各位旅游你看看，那副对联写得非常好。上联叫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。下联叫不审时机，宽严节物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就什么意思？你得审时度势。但诸葛亮有人说他太严厉了，对待下边人一点也不宽容。但是这副对联的作者告诉大家，你无论是宽还是严，前提得审时度势。天下这个情况，蜀国宜自保，宜发展经济，励精图治，而不是主动进取攻打别人。那诸葛亮为什么国力耗到这程度他要打呢？他也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。诸葛亮肺结核这病，五丈原那死，向天再借活多少年？像那说的向天再借500年，他真想多活2年，活不了。他自己知道身体不行，所以他想活着的时候尽快建功立业。那这为了谁呢？不是为了蜀国，而是为了个人的千秋功业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诸葛亮啊，有点自私，图自个儿虚名。那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朋友不服气，说那这诸葛亮为什么各地方还建武侯祠啊？诸葛亮的庙什么的，把他奉成圣人一样人物呢？人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呢？大伙儿注意，这不光是罗贯中美化诸葛亮，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意识的美化诸葛亮。为什么呢？把诸葛亮能耐捧得高高的，然后告诉老百姓，你看诸葛亮能耐大不大？大。那么大的能耐，人家都没有野心，都不造反，都辅佐皇上。刘禅傻不傻？二傻子那是。那么次的人当皇上，你看诸葛亮忠心耿耿，言外之意什么？我朝皇帝无论何等昏庸，你等能耐多大，可别造反啊，老老实实辅佐于我。大伙儿说到这儿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吹捧诸葛亮就是政治洗脑，让大家不要造反。诸葛亮能那么大，都听皇上的，你们多了什么呢？所以历朝历代这些皇上以及皇上身边知识分子都明白怎么回事。吹捧诸葛亮其实是保护自己、维持自己皇权独裁的一种恰当方式，是一种洗脑的方式，是精神上的跑马占地。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呢，不光是影响了很多文臣武将，连有些大文豪都深深迷惑。你像杜甫，咱们学过杜甫不少诗，在杜甫诗里都按照这个思路吹捧诸葛亮。最后咱给大伙儿说杜甫一首诗，你肯定听过，什么呢？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应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三顾频繁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